好，是不是俄乌战争已经接近收尾了？所以感觉起来最近有一些动作不寻常，是不是有一点好像想要把一些事情用一种方式，比方说杀人灭口来掩盖哦？那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的中将疑似遭到了暗杀身亡，而且这个现场只距离克宫只有7公里。那俄罗斯也证实了这个消息他们是俄罗斯的核生化防御部队指挥官基里洛夫中将在这个17号的时候呢，就在莫斯科的住宅遭到了炸弹袭击身亡。当时他的一名助手，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画面他的助手行经一辆机车的时候呢，那事先安排在这个机车内部的这个爆炸装置突然被引爆，所以两人因为经过了旁边就双双身亡。那报道就讲说这一起的爆炸案针对性非常的强烈而且它这个事发地点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7公里，爆炸威力非常的惊人，大概是200克的 TNT 炸弹所以这个是用远程遥控的方式来引爆。目前俄罗斯当局已经展开了刑事调查，他们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呢，现在已经把这一个爆炸事件定调为恐怖袭击那这难道是趁着川普上任之前，是谁想要掩盖什么吗？难道是拜登政府很怕川普查出什么，所以要先下手为强那这样子炸死了这一位俄罗斯关于生化防御部门的中将他说因为呢他曾经用化学武器来对付俄军乌克兰当局跳出来讲说这个基里洛夫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化学武器，他必须要为战争罪行负责。那俄罗斯就否认这个消息但是基辅独立报，也就是乌克兰这边的这个报道他们讲说引述安全局，乌克兰的安全局讲说这是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要惩罚基里洛夫。那基里洛夫其实还有做一件事情，因为他曾经就是定期在举行记者会来公布美国国防部在乌克兰进行的一些生物计划的一些相关资讯那包含了北约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挑衅还有英国人就是在这个操控禁用的这种化学物质那美国也在乌克兰进行了致命的生物实验室这些事情。过去我们知道这些消息原来都是这个基里洛夫在开记者会对外宣布出来的。那现在被杀人灭口了，是不是想要不能让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在他口中握在他手中，要跟他一起毁掉呢？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川普跟这个泽伦斯基不是也才通话吗？说要终结战争是不是拜登很怕川普上任之后要揭发一些秘密所以赶快来清理这些战场？而且那时候不是也有这个通乌门吗？那时候也是闹得很凶嘛。那所以只有人死了才能够守住这个秘密吗？这个感觉水很深事后并不感觉好像背后不单纯。那另外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讲，美国关于这个未参与暗杀23防兵这个基里洛夫的声明是非常可笑的。那他们讲说呢，这个米勒讲他说美国导致基里洛夫死亡这个事情呢，他说其实跟莫斯科的恐怖袭击是无关的，但是俄罗斯是不相信的。他说华盛顿这样的声明非常的荒唐可笑，因为呢美国就是制造跟赞助基辅政权的人那俄罗斯的外交部也提到他说基里洛夫的遇害应该是因为赞成基辅战争的罪行吗？这个扎哈罗娃怒批他现在目前莫斯科的袭击事件西方认可基辅政权武装分子加剧战争罪行继续跟发展那这些年他们现在这个问题是变本加厉的，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整件事情就是感觉好像背后是华盛顿在操控，华盛顿去主导了基辅要加入北约这种事情，但是现在华盛顿却想要甩得一干二净那基里洛夫这个遇袭身亡，俄罗斯现在已经喊话了要来报复乌克兰军的这个军政最高层普京也说西方已经把俄罗斯逼近红线了，现在强硬的表态对西方这个发出强烈的讯号就说你们现在西方集团一直把这个俄罗斯推向那个最后那一条红线恐怕大家就是得要这个
一翻两瞪眼啦，已经要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红线上面来见真章了。那普京是不是真的会炸美国本土呢？俄罗斯防长讲说，恐怕在未来的10年之内欧洲会跟北约会有这个作战的可能性。俄罗斯甚至还对外这个公布了他们现在新开发的新型战略飞弹系统，叫做白杨木那这个白杨木呢，到底有多厉害？根据他们的一个说法就射程而言，没有俄罗斯飞不到的地方那它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白杨木飞弹它是靠着3级固体燃料火箭来提供巨大的推力，射程可以达到1.05万公里可以覆盖美国整个本土。那这个白杨木飞弹至少可以装载4颗55万吨的这个炸药，叫 TNT 当量的核弹头，那还可以安装多达10枚的分飞弹头，所以威力非常的强烈，也算是普京对于这个西方就是红线的一个喊话，给你秀一秀这个我们的武器是什么。那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次这个俄国这个基里诺夫中将在莫斯科被恐怖攻击的方式暗杀，我觉得这是另一次升高俄乌战争的一个企图。这是另外一次。那前一次呢，就是川普他前2天公开批评的，就是允许乌克兰用美国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目标，那一次也是一次企图升级俄乌战争的一个做法，新做法。那这个为什么到这个俄乌战争好像快接近尾声，乌克兰突然去做这种事情？其实乌克兰安全局为什么1年前不做半年前不做，3个月前不做？那为什么到了拜登要下台之前做？那就是过去其实美国对乌克兰跟俄罗斯作战的时候，乌军可以采取的手段，攻击的手段是有很大的限制，而且呢都是在美国的强烈的控制之下。那所以这个是公开的，美国说喊话说你可以用我的飞弹去打俄罗斯，这是公开的。可是这种暗杀手法在国际上是见不得人的。那为什么乌军可以这样做呢？他为什么1个月前、3个月前不做呢？对，现在突然做这个，我认为跟拜登本人的政策还是脱不了关系。所以我曾经讲过，就是说一个快要下台的这样子的一个跛压的总统，其实是最危险的。对。最危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企图升高俄乌冲突的另外一个手段。那是不是还有？我认为还不会断，就是不把这个火烧到最后打到核弹边缘我看有人是不甘心。有人是不甘心，所以川普，我觉得他最近他做了一件事，他公开批评2次了。公开批评谁？公开批评拜登。说你不应该把这个让乌克兰去把这个用美国的飞弹去打这个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部分。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决定，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觉得他这句话激怒了拜登，拜登就把你再升高，到时候让你想要终结俄乌战争会变得更难。他最希望这个时候打得更大，拜登更希望这个时候打得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一直在制造战争的人应该要受到谴责。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舰长。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对拜登说：“愚蠢，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因为其实我们坦白来讲，拜登你已经在看守阶段了，你现在做什么事情，影响的都是马上就要就任的川普。那可是你就不断的进行升高，但是我们这样子看其实，普丁面对这一些，无论是之前使用美国战术陆军战术飞弹攻击了俄罗斯境内，或者是使用暴风之影，它都是反应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在19号进行攻击的时候，它马上直接在21号，也就是隔2天，立刻就回应你。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继续的升级那这个继续的升级，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白杨飞弹这个白杨飞弹呢，它实际上的距离可以打到11000公里，
这个也就是俄罗斯所讲到的没有打不到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打不到的地方？因为俄罗斯本身就横跨了欧亚两洲啊，他要打你美国，他一定要在欧洲打吗？不啊，他可不可以跑到他那个西伯利亚这边来打？可以啊，你跑不掉，然后他直接飞越那个北极海。那如果他要打欧洲的话，他一定要在莫斯科附近打吗？不要啊，他也直接在他的内陆打，也就可以打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图示啊，是他在2017年他就试射过的，而且这种白杨飞弹它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发射井，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它其实是有车载的，也就是它不会用发射井发射。为什么？因为它用发射井发射，你就知道它的发射地点了嘛。它就使用这种机动车辆带着到处跑，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掌握。我们这样讲啊，你其实也就是泽伦斯基没有办法在战场上赢得俄罗斯，你现在开始用卑鄙下流的手段，然后乌克兰的安全局说这一个是合法目标，因为他犯下我们讲说这一个核生化防御部队他的一个司令犯了战争罪。我想請問泽伦斯基，你代表了国际刑事法院吗？开始执法吗？你可以吗？可以的话，请先处理一下中东的屠夫纳坦雅胡。好，请教盛峰哥。这样子哦，这个一个人假如只有私心没有公心的时候，啊，权力越大，危机就越大。美国总统可以造成的危机啊，那是你难以想象。那包括尹锡悦的宣布戒严，包括刚才我讲外面传出来的这个剧本，所有人都指示是美国跟美国有关。那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但有没有人信？信的人还不少因为美国这一类的经历史迹斑斑了。好，我们一样来看看，现在站在拜登的手里面，最想看到的是什么事情？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事？那就是川普说我跟北韩金正恩关系有多好，那我现在就制造个韩国事件，看你关系有多好，一样的道理。我上台24小时要结束了俄乌战争，那假如它结束，那就证明什么事？证明拜登是制造战争不能收除残疾的人嘛，而我川普是有能力收除残疾的人，这一来一往之间高下立判了。站在拜登的讲法里，我怎么愿意让你这个事情发生？因为我的历史不但是被你抢了，我的韭菜不但被你割了，我还被你狠狠的踩在地上，要踩万事不复的地位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站在这个美国的想法里，这一场战争当然要扩大，而扩大最廉价的方法莫过于用恐怖事件。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这个俄罗斯的官方里面就一口咬定，这个背后就是谁？就是美国。因为你的目的是要把战争弄到不可收拾。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要同意的是，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恐怖式的攻击，在特定人士上的恐怖式的攻击，这就是增加战争的风险的一个方式。所以，对俄罗斯讲起来，它一定有一个这样方法，一个嘛就是扩大战争面，另外一个呢就开始把这个武器进攻到哪里，可能就进攻到乌克兰的国防部了，可能就进攻到乌克兰的指挥中心了，甚至就可能进攻到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的政府中枢会不会？几率升高嘛，因为战争就这样嘛，你给我一寸，我给加一码，一寸一码，不断的升高，升高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我们不要等闲视之，这是一个俄乌战争将难以收场的一个可能的开始，那就看俄罗斯怎么去回应这一件事情，但我不认为他会吞下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
好，现在拜登这个毛起来，因为快要卸任了嘛，所以又感觉赶快又要祭出最新一波对于中国大陆的制裁，最后痛击要对于大陆的太阳能啊，还有多晶系啊，关税最高要到50%，明年1月1号生效哦。那这是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在11号宣布，根据美国的301条款，要对于像是中国大陆进口的特定的像是钨啊这种产品啊，晶片啊、多晶系啊都要提高关税。其中呢，这个钨的产品是到25%啊，那这个多晶系的这个税率是到50%。纽时就讲啊，现在拜登政府正准备对于中国大陆生产的旧型半导体进行贸易调查，原因是担心呢，美国对于这些产品日益增加依赖性，可能会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哦。那前2天川普才讲了一番话讲说，哎呀，中美可以一起解决所有问题，马上就被拜登给立刻先洗脸哦。他很怕这个川普，是不是做的比他好啊？所以要想尽办法来这个使一些绊子哦。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就讲说这样的做法是错上加错哟，因为这个世贸组织早已经裁决美国对华301关税是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现在还要提高关税的做法，真的是错加一等啊。那再来，如果说这个接下来川普上任的话，其实中国大陆也已经准备好了，过去有交手的经验哦。多位中美专家呢、学者他们分析，最近发起的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对于美国的反制动作，其实已经是知道说要怎么样来因应川普领导的接下来的这个美国政府提供了很强硬的线索啦。等于说中方对于川普是严阵以待，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跟川普上一次执政相比中方现在对于跟川普怎么打交道是更有信心的。面对接下来川普的这个关税大棒是不会容忍的，而是用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加以回击。美国媒体 Politico 也引述了专家的分析，他说中方这些举措针对的对象更多的是要针对川普，而不是拜登哦。那他说中国人善于展望未来，实则是在对下一任美国政府在发出讯号，也就是说，就算拜登这样子乱搞中方也是不会说观望到川普上来再怎么做，而是现在即刻就给予一些反击。那再来，中国大陆现在对于一些稀有金属他们就采取一种知道说我可以用这个来拿捏你所以他就是来升高对美科技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的管道，就是透过这稀有金属，所以禁止加锗地石墨向美出口。这恐怕会影响到美国1000多个武器生产部门所以现在这个战争还没有这一场贸易战，川普还没上任，但是已经是拉开了序幕了。那再来，美国人现在他们因为双方在打贸易战所以有一些美国的太阳能公司他们现在开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开始买一些这种组件然后自己干起进口商的活，然后等于说跳过去一些中间商然后自己来买货采买然后用大幅这种降低购买安装这种太阳能系统的费用支出来做一些预备措施。那还有因为川普的关税马上1月20号就要这个登场了嘛，所以现在很多等于说买家提前赶快像这个亚洲或者是像中国大陆来采买。那根据统计，有11月份从亚洲开往美国的货轮货柜运输量是15个月的增长，而且还创下同期最高的纪录，甚至大涨了16%之多。华为现在呢，同样也是大家关注，接下来会不会又会针对华为呢？因为上一次也是川普任内开始对华为开始打压那但是呢，因为中方呢已经早有准备了，他们现在这个3大中企大买美国的设备等于说像是一个隐形的华为工厂已经开始在做一些相关的预备。那我们看到一些美国的学者在讲说，他们这样子看下来，从2018年到现在川普也好，拜登也好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制裁或是掐脖子的政策好像都没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他们总能够迅速的找到绕过美国管制的方法所以他们说，像美国呢，大概是每年进行一次这个漏洞封堵，但是中国大陆他们的漏洞识别呢，则是全年无休在进行所以你有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是你有什么这个招数，我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对应方法。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谢老师怎么看？对，其实就是说
川普除了是在俄乌战争他这个不是临去就波临走之前他制造很多更大的冲突之外，拜登制造更大的冲突。那么在跟中国大陆关系那拜登做法也是一样，他继续把他手上的权力用到最尽，用到最高。那基本上就不断的继续宣布对中国大陆的制裁他就是说大概会叫他的那个经济这个商务部长不断的把这些还没有做的错事赶快出台，基本上就是说把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更烂，让川普上来呢就变成要来收拾残局了。那事实上中国大陆我觉得他们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对于拜登的做法他们立刻采取这个报复其实也是针对拜登，也不见得是说放眼未来。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们美国现在我这个稀土我禁止了，那你美国受害厂商你会知道是谁害你的，那就是你就是拜登嘛。让拜登即使卸任以后留下一片骂名。因为我看最近美国的媒体在访问美国最大的锑矿的一个进口商这个锑矿进口商他就说我们现在真的是要靠政府，真的也不晓得怎么处理。他说没有错你可以去找新的供应商你说阿拉斯加有矿去开，你说这个犹他州有矿去开，他说没有那么快你要能够生产量产到一个程度，不是3年，不是3个月，不是半年，你起码3-5年。可这3-5年他怎么过？对，那他们很清楚的讲说，这个锑矿对于这些夜视装备，所以这个军备的夜视装备，还有这种高频率的雷达，还有对于这个炮管子弹弹药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原料。对，所以现在拿不到，对美国来讲，他说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好，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应该会想出办法。可是呢，他说问题都是缓不济急对，他现在就拿不到啦。那个现货就立刻的大涨。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手上杀手锏是很多。那这个锑矿现在就美国现在这个媒体，我看昨天就已经在采访这个相关的业者，束手无策对，美国现在天天要打仗，那你夜视设备都出不来，那你的那个这个高频率的雷达也做不出来，那你不是自费你的整个的军事武器的这个供应链都断掉了吗？所以我觉得拜登知不知道？拜登知道，可是他就故意留一个烂摊子给川普。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这个拜登跟川普这两个人，刚刚在节目休息期间呢，我提了一段话，用这个来做开始。叫川普是令人讨厌，因为他这个人呢，真的是伪君子，这个真小人。他什么话他都直接讲，听得很刺耳，知道吗？令人讨厌。可是呢，拜登是令人痛恨。他已经要下台，剩下1个月的时间。你看他准备就俄乌战争搞得你不可收拾，把中美之间的贸易他更给人搞得不可收拾。不可收，我就看你怎么办呢？所以令人痛恨这个人呢，爱自己胜于爱一切比所有的政客还更为自私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我们从大局来看，中国大陆从18年这个忽然遭到怎么美国会对我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贸易战，是有点措手不及。别人讲，他说怎么会呢？这不大家都好好的吗？怎么讲？措手不及。从措手不及到现在，这个6年下来，他已经习惯，你知道怎么来迎战。是的，你打开贸易战，我一定会受伤，但是我不会是在那里坐着挨打。而且中国大陆经过这6年来，他也感受的2件事。第一个，在政策上，他很清楚，就放弃幻想，迎接作战。他根本就不存在谁上去就会对我好一点，对我好，谢谢你，我捡到；对我不好，我本来就建立在对我不好情况下的发展。最近呢，这个去深圳呢看了那一个整个的半导体的展览，你就会深切的感受得到中国大陆面对压力是怎么来成长。你看所有的厂商，包括台湾去的这一个新闻媒体人，真正内行去的人回来就讲了一件事，就是说中国大陆很有志气的把这些厂商都
对比于整个全世界所有相对应的厂商都有扶植的产业，是没有做光刻机的，那我这边就有几家是专门在做这个的，这个呢，这个有台积电，我就有中芯国际，它这种对口的设备，从最小的部分呢到最大的组装啊，它通通有对应。那也就是说，我今天不一定能赢过得了你，但是我整个的准备是告诉你，我决定自力更生。那不要忘了，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嘛。现在整个的这个半导体这种高奈米性的半导体，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反向在对外输出的。为什么？因为它的产量开始起来了嘛。那这种东西能挡得住吗？只要看华为，就是知道是挡不住。它没有 EUV， 但是就有办法做出 EUV 要做出的芯片才能做出的东西。现在呢？对于黄仁勋的这个 DUV 的部分呢，这个芯片部分也一直的在给予的压力，但是相对的，中国大陆也一样，在这个当中仍然去成长。全世界到现在谁呢为止承认嘛 ？AI 就是两个人在竞争而已嘛，就美国跟这个中国而已嘛。可是谁会想到，中国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能量，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再好好讲策略是这样子，再来看整个的结论，从2018年到现在这个24年，这6年当中，你看美国竞争还是竞争，吵架还是吵架，它的产业上有多少的进步跟改变？而这6年当中，中国大陆无论在军事，无论在产业，无论在产能，它有多大的进步？所有人都承认一件事：2025是一定会完成的，那就在明年。而美国呢，这6年来你看到的就是两个老头吵架，吵到现在为止啊，世界还没有办法来收拾这个残局呀。所以在整个的科技上什么的，你会发现美国除了一个马斯克以外，就没有第二个马斯克了。可是中国的产业是一个一个的在冒起，这就是6年来不一样的地方。好，请教舰长。刚刚大使讲了有关于 T 它的用途啊，那我补充一下，也就是我们讲到炮管是有一定寿命的，那也就是当每一颗炮弹去穿过这些膛线的时候，它要避免这个膛线提早消耗，里面就需要有 T 来制成这个合金。那另外呢，那我们看到之前被禁的钾。镓这种啊，其实大家最常讲的也就是氮化钾。那氮化钾呢，其实它因为它有这一种提高电子产品的功率以及效率的功能呢，那它就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相位阵列雷达，它所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啊。那我们讲说这一种稀有的金属啊，那实际上来讲，现在中国大陆禁止出口，其实就是让美国的研发速度更慢。所谓美国研发的速度更慢是什么？现在中国大陆推出的是钻石基板氮化镓半导体，也就是它使用钻石作为基板，钻石有耐高压、大射频、低成本的，还有耐高温的这一些，比原有的基板都来得好。可是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它没有镓，那也就变成它没有办法做这些测试。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一直为难中国大陆，其实生命会寻找出自己的出路啊。那我们讲到说比较轻松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太阳能板自己进口，更早以前看到的是什么？是比亚迪的 U8 仰望，其实也有人自己进口。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这个尹锡悦是不是太过迷信了呢？首先来看一下，目前韩国的总统府2度搜索，但是呢，现在仍旧是顽强抵抗的状态哦，因为他们这个合作侦查本部再次试图要搜查总统府的警卫处对峙将近8个小时之后，最后警方撤离哦。那总统府警卫处因为存有跟这个尹锡悦跟警察厅长
赵志浩两个人的这个保密通话记录。戒严当天呢，据传他们两个人通话了6次警调试图要扣押相关的资料，作为侦办案件的核心线索。但是呢，现在看起来顽强抵抗当中那目前这个曾经担任戒严司令的南韩陆军参谋长这个朴安珠在检方的申请之下，也遭到了军事法庭批准逮捕。现在就是剩下谁啊？这个尹锡悦还在硬杠他拒绝收领、拒绝调查、拒绝到案他至今没有领取宪法法庭寄去的国会弹劾案议决书还拒绝调查。那所以呢，这个戒严特别调查小组要求呢，涉嫌发动内乱罪、滥用职权的犯罪嫌疑人尹锡悦必须在18号上午9点，就是今天早上9点必须要到案说明、接受调查。但是今天尹锡悦仍然是神隐当中，所以不知道后续会是什么样的这个继续在对峙的一个状况那这是不是有点像是这个朴槿惠的闺蜜们 2.0 目前南韩的宪法法院要求尹锡悦要针对弹劾案提交答辩状。那辩护律师团呢，他们现在是否认内乱的指控同意会配合调查。然后呢，他们现在讲公开这个弹劾会的弹劾听证会上面，他会来进行一些相关的陈述。他说，其实这整件事情，他的律师讲，在野党才是应该要负责的。那为什么说尹锡悦很迷信呢？你看看，根据韩国媒体报道，他们说在青瓦台里面身份形同国师的僧侣渐进法师这个全成培他其实呢非法收受政治现金，现在目前也遭到了警方逮捕他在金建熙成立的这种美术策展公司担任顾问。2022年尹锡悦参选总统的时候呢，他甚至直接介入了选举工作，仿佛像是国师一般除此之外，尹锡悦还有相信另外一位就是一个 YouTuber 博主叫做天宫大师。那天宫大师曾经讲说这个当初他会跟尹锡悦认识是因为这个金建熙主动联系他，两个人有一段时间交情好到每10天要见一次面时时刻刻要给予他一些这种未来国事上面的一些建议嘛。所以让大家觉得说从一开始他不是要搬离那个总统府，要搬到龙山去，感觉都很相信这一些风水或者是很迷信那现在看起来这些人也慢慢浮上台面了。那竟然还有一个消息说，警方调查发现当时尹锡悦谈戒严，还甚至是在知名的素食汉堡店边吃汉堡边谈戒严。那在这个实施戒严的几天前，现任跟前任的情报司令官，然后还就是在某知名汉堡店里面讨论戒严，指示下属要硬闯中选会那据了解，尹锡悦原本是计划在11月中之前就要实施戒严，还不是等到12月不是12月初那现在看起来，因为韩国本身大乱嘛，川普上任之后，美日韩可能也会出现变数，这样的一个同盟关系还会继续亲美抗中吗？日韩会继续做这个选择吗？那川普现在是跟金正恩还提到了金正恩，感觉上面好像跳过了韩国，直接提到他跟金正恩的关系处得不错。那大选之后的首次记者会上面这样子提到，但是始终没有提到韩国。之前尹锡悦不是说要去练小白球吗？川普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打算要打。所以看起来恐怕真的会有变数除非说韩国换了一个领导人那再来韩国的外长现在讲，的确跟川普的团队沟通是有障碍的。那但是对于韩国来说，他们也是蛮依赖美国的一些军事支援。现在美国同意要卖给韩国驱逐舰，就是新款的火控系统，叫做李舜臣级的驱逐舰，那总价值是3亿美元，要强化就是他们的一些6艘同级舰制海还有防空的战力。那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因为这一阵子大家讨论的都是他怎么去见安倍遗孀，川普跟安倍遗孀碰面却不见石破茂。那川普现在是讲在1月20号之前，就是他就任之前会愿意跟石破茂会谈，但是感觉上面好像你也不是在优先顺位而且美国也把冲绳的驻军现在开始要陆续转移，他可能要把它陆续改部署到第2岛链这边去。那日本当然也感受到了，所以日本的官房长官他们现在呢就是讲说希望能够美国的新驻日大使能够为美日关系来效力。日韩的国防其实是被美国所掌控的，感觉上面也不得不听话了。
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尹锡悦他这个在进入他的这个所谓的戒严案在进入调查程序我想很多这些事情都会慢慢一个一个公诸于世啊。那最近比较震撼就是他之前2天他就已经跟军方人士在谈这件事情了那现在他可以抗拒，可是问题跟戒严有关的军方人士几乎现在通通已经被收押了。对，几乎都收押禁见了。他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国防部长，戒严司令官这个朴安珠，昨天也被收押了。之前还有这些首都护卫司令啊、前护卫司令啊，大概已经有7、8个军方的高级将领，现在都已经收押了。对，那收押以后，那就是防止跟他串供啊。那个别搜证、个别侦讯的结果，可能会有很多事情会被调查的水落石出。那现在有一些就是他的通话记录，那么他现在不拿出来，可是也未必就是说真正就是那么关键啊。不过就是说，你如果这里没有的话，那几位这个军方人士他们有他们的手机，他们有他们的通话记录，这可能也是一个调查的线索。不过尹锡悦看起来真的越查越问题越大，居然还有这种像这个有一点迷信倾向的这些跟这些国师这些宗教神秘主义的不过这种有这种倾向的这种，通常都是很偏执的。他相信的事情是几乎当作宗教一样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所以处理事情他都觉得是有神意在指示他的话，哇，那他要错起来的话就错到底了对的话可能也好，可是万一错起来就错到底那所以这某些方面好像也让我们好像可以看到尹锡悦还有这一面，怪不得他做什么事情都好像不太留余地都好像就是说，好像这件事就绝对是对的就做，绝对是错的就不做，很绝对化的倾向。这个也是我觉得造成他今天自己的政治悲剧一个很大原因我讲到就是说不管日本韩国现在都很重视跟这个美国的未来的川普总统的关系这个不是只有日本韩国现在欧洲一片慌乱在慌乱的情形之下，你看法国的这个内阁也倒台了，前天德国的这个不信任投票也通过了，这一团乱所以川普真的是威力蛮大的，可是他这个威力好像都是对于他的朋友之间感受到极大的威胁因为越跟美国关系越密切的，现在越觉得越焦虑，越不晓得何去何从因为川普带来的是跟拜登那个政府几乎是180度的转弯那180度的转弯的话，敌人不可能变成朋友嘛，敌人还是敌人，可是朋友很可能就变敌人了。所以这些过去认为美国是他的朋友的这些所谓美国盟友现在都非常的紧张。那我们台湾也认为美国跟我们是关系好的不得了就是说坚若磐石。川普已经讲了几句话，其实对台湾并不是很有利的，对，并不是很有利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也要好好准备一下，川普上台以后带给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击，不要每天就要台美关系这个传统友谊稳固坚若磐石，受到最高等级的接待，自己讲这没有用对，到时候这个川普一不高兴，这个把我们的这个电子业全部搬到美国去了，对，然后我们现在跟美国的贸易，我们享受美国贸易的顺差，也就是美国想跟我们做贸易，全世界做贸易的对象他受到逆差的国家我们排名第6对，所以川普就是专门要算这个账的。那如果他真的算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对，所以我觉得像韩国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呢，日本也很紧张。这个石破茂见不到川普，哇，日本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那欧洲也是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反而我们自己老神在在，觉得美国是永远什么不能怀疑的，谁要讲一两句话就以美论。我觉得还是要务实一点就是说面临新的川普我们台湾会受到什么冲击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啊，这个尹锡悦相信算命啊，相信天命，不是今天大家才知道的。尹锡悦从一个素人，然后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能够当选为韩国的总统。因为假如他不相信这些命理，不相信这些大师，不相信这些时候，你还记得当时他在电视辩论的时候，他手上还写了一个王字啊，然后大家都猜测这个一定是某一个大师所教的，所以他今天的成就，他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从现实不可考量的情况下，最后美梦成真，那是谁的指引？他当然相信是上天的指引，他当然是相信这些人，所以他对他们的相信，我们从外人来看，他叫迷信；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叫坚信，因为他从不可能成为可能，从没有机会成为美梦成真。假如换作是你，你信不信呢？我相信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碰到很多人告诉你说，哦，某个人很准啊，你看当时他怎么样，这种故事在政坛里面我们听多了。那他真的相信，所以他才会搬离青瓦台。请各位想想，世界各国的总统府官邸也好，总统府办公地方，要你说白宫要搬离，那是多大的一件事啊！你说我们从这个总统府要搬离，这是多重大的一件事。但是他说搬就搬，他说搬。那么为什么会搬？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传说，说包含当年日本人在那里埋下了多少的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呢，所有的人只要住在青瓦台都难逃厄运了。结果呢，他就搬了，搬了以后还是难逃厄运。那我也相信啊，在这个之前，他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子的看命啊，也一定是他认为上天在指示他，因为这一劫一定是可以度过的。因为你为什么可以度过？那当然你从无到有，所以这些你只要把那些算命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假如你熟悉他们的语境跟话术啊，我现在大概都可以猜出，现在算命的怎么跟他讲，这一劫是你人生必然碰到的一劫，这一劫度了之后啊，那你人生就海阔天空。他说你看着办好了。这些家伙习惯相信了以后啊，这天天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到今天成可能也是这些大师，可能拜也拜这些大师。我甚至我都不会怀疑他的搞戒严有没有，以及说政治算计啊，不如说是大师的指示啊，都有可能，说不定查下去查出这个会比什么还更精彩。更重要的是，前一阵子这个曾经在网络里面出现的一个剧本，这个剧本真的是，假如是照那样的演出有没有？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各位都晓得，就是去戒严了，然后把这些重要人物给抓了，然后由一群这一个呢韩国的军人伪装成北韩的军人去抢劫，去抢的时候把需要杀的人就把他给杀了，然后呢其他人再给他给劫走。那这给社会一个感觉，真的是北韩在照顾这些人。然后呢，这些人当中呢，最后呢又被韩国给抢回来，抢的时候有人死了，有人逃了。那逃了不久之后，这一些北韩的军官的衣服，这衣服会在李在明的家的住处会找到，足以证明这是在一伙的。因此呢，在发生南北韩的冲突，那就引发战争。当然，这个到现在为止是蛮有编剧天才的哦。但是从现在事情的发展来看，你觉得可不可能？本来我认为这是假的，不会发生，但是看起来谁敢说不会发生呢？因为在天命的指示下，没有什么不会发生的事情。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之前在金正恩所指的老缓颠，在川普口中的火箭人，他们会不会在1月20号川普就任之后又有新的碰面的契机呢？的确非常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啊，也就是在2018年到2019年，其实川普跟金正恩之间曾经通过
27封的一个来往的信件，那个这真是吓死人。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川普拿出来有金正恩自己签名的这个文件，竟然是真的，而且还非常多。那这件事情将对于南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再加上我们刚刚不断的在谈到尹锡悦啊，那因为其实虽然2019年2月，也有关于美国或者是北韩他们之间在河内的峰会并没有成功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没有更恶化。那没有更恶化呢？其实也就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川普口中，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很善于跟金正恩沟通的人。这个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啊，因为现在尹锡悦他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就是对着那个金正恩这个地方下手。那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看一下，也就是对于北韩来讲，北韩在他的宪法已经修正通过了，也就是他将南韩定义成为敌对国家，否认南北要统一，也就是未来美国直接的跟北韩讨论就好，已经没有南韩的角色。那至于现在有很多的评论呢，说这一个美国他慢慢的撤出冲绳，是因为当地人民的反对，这个是错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2017年的时候，日本自卫队的陆上幕僚长，也就等于是他们的陆军总司令啊，他的盐田清文，他在退役1年之后，他就特别指出啊，说美国正在打算离开第一岛链，然后如果第一岛链内发生任何事件的时候，他要那个美军要把这个责任交给日本。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是早在美国计划中的事。美国为什么计划？因为他早就看到了解放军的各型飞弹啊。我们看到这个粉红色内的东风26，也就是关岛快递啊。那也就是这个粉红色以内的，对不起，都是打击目标。东风21D 也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所谓的航母杀手。那我们这样看啊，甚至呢，现在我们看到解放军之前啊，我们的国安人士说，哎呀，有90架的90艘的军舰在这边跑来跑去。我帮大家算了一下，解放军有这么多的船吗？那其实我们来把这些全部集合起来算，解放军是都不用修船了，直接把所有的船开出来嘛，可见这是一个谎言。但是什么是真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055万吨驱逐舰，大家以前没想到它可以装载这个攻船的弹道飞弹。那未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红旗19这一个防空飞弹，具有拦截弹道飞弹以及中段反导能力的这一个红旗19，有没有可能再装上这个055呢？根据我在这个珠海航展的观察，我看那个尺寸是可以的，意思也就是未来055会将美军更向第二岛链推，也就是当整个第一岛链都成为解放军的那个势力范围的时候，我们台湾要怎么办？其实韩国是一个解方，只是我们一直没想清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